福建有一个连普通话都不太会说的少年，他却被印在了新加坡20元钞票的背后。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要记住的人。他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1分钱遗产，却捐掉了所有的积蓄，创办过将近120所学校。在中国最危难的抗战时期，他倾尽资产，组织华侨回国支援，并且筹集抗战物资，捐献了上百架战机和价值数亿的军火跟粮食。他不应该被我们忘记，他是被毛爷爷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。今天阿波就来到了陈嘉庚先生的故居，带你们一起走进这个伟人的世界。这位就是陈嘉庚先生了。他出生于1874年，17岁就到南洋去投奔自己的父亲。但后来呢，父亲生意失败，欠下了高额的债务。按照当时新加坡的法律，父亲的债务与子女是无关的。但陈嘉庚先生重新创业，不顾亲友们的反对，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到债主，把父亲欠下的债全部都还清了。当时就有人说：“你是不是傻？”而陈嘉庚却说：“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言必行，行必果。中国人敢取信于世界，绝对不能够把脸丢在外国人的面前。”从此，陈嘉庚名声在外，在马来西亚购买了很多的土地，种植橡胶，很快一举成为了当时新加坡的橡胶大王。但是陈嘉庚虽然身在南洋，却心系祖国，他觉得教育乃立国之本。这里就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。1894年，20岁出头的陈嘉庚先生创办了人生第一所学校——厦门梯斋学塾。1913年，他在家乡集美又开始创办了集美小学、女子学校、中学、幼儿园、师范水产、航海、商业等等一系列的学府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唯一的由个人创办的学村——集美学村。1921年，陈嘉庚在厦门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——厦门大学。这里看到没有，就是陈嘉庚先生之前居住的地方。1楼和2楼呢，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展馆。除了创办学校之外陈嘉庚呢也为祖国的抗战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中国所有的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封锁了。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外部联系的最主要交通道路，用于补给抗战物资，是维系中国生存命运的交通大动脉。但全程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，沿途全部都是悬崖绝壁，必须要有技术高超的司机才能够胜任。但是在当时的中国，会开车跟会修车的司机屈指可数。一筹莫展之际，又是陈嘉庚先生挺身而出，在南洋各地发表巡回演说，鼓励华侨回国参加抗战。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之下，最终有3000多名南洋华侨离家舍业，抱着必死的决心回国抗战。他们在崇山峻岭的滇缅公路，冒着枪林弹雨，遭受战火和疾病的摧残，将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回到国内来，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这一群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南侨济公。1949年，陈嘉庚先生回国工作，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。1961年8月12号，陈嘉庚先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，享年88岁。巨星陨落，举国同悲。他的遗体一路从北京运往厦门，沿途经过的每一站都有自发的民众到车站为他送行。陈嘉庚先生虽然离世了，但他所代表的爱国精神，他所留下的教育精神，却继续造福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，永不熄灭。关注我，我是阿波，带你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。